他说如果可能的话，千万不要跟俄罗斯男人发生冲突。这是我们的俄罗斯美女玛利亚，我的朋友啊，他刚才跟我聊了聊，我还觉得把他给录下来啊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想去东西伯利亚，我还没敢说我要去那个韩极那个最冷的地方埃米尔库。完了，我要开中国汽车再开回来。他跟我嘱咐了几点：第一，准备罚款的钱；第一，要准备罚款。为什么要罚款？因为警察要挣钱。因为警察要挣钱，所以要罚款。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，就我们还开了一辆蓝牌的车，几乎被截下来的概率是100%。就是莫斯科的人是不是都会被罚？对，莫斯科的车牌出城就会被拦。啊，出城就会被拦？因为属于是另外一个州，就会被警察拦着，说你是莫斯科人，你跑哪儿去？那不是我莫斯科的人，我难道还不能去伊尔库茨克了吗？不是呢，就是准备零花钱跟罚款，这是韩国人。然后除了这个，刚才你还说路上要小心，因为那地方比较大，都是随便几百公里，没有加油站，没有湖区。其实俄罗斯没什么湖区，你出城，你看上厕所都要到大自然解决。就在大街上，大自然，那不还是大街上吗？大自然没有街，都是森林的，都是街都没有，好吧？所以大家都会备一桶油放在后备箱里。够吗？差不多吧，就是看你怎么开。我怎么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真的肝儿颤啊！就是刚才他跟我说，那边的人很野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可能这个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情况，抢劫的比较多。完了，当然都不是本地人，是不是？不是本地人。对，就是本地人其实非常热情，他们在恶劣的环境生活，他们对其他人非常 nice， 非常特别。可是那些路上的人都很杂，所以要十分小心，就小心被抢劫、被拿刀吓唬。一定才不能外露。还有就是我们博主拍摄的相机很有可能会被拿走。对，然后窗也会被破，车窗也会被砸。对，他跟我说，从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要开到莫斯科5000公里，他说我最少要开3个星期。原因就是刚才上述所说的这个，第一，有可能封路，是不是有可能封路？比较多，因为现在风暴很多，你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要过2个山脉，都是被雪覆盖，你开不过去，你必须等专门的车过来给你清洗路，然后他们清洗之后你才会过。我昨天才看了一个报告，在穆尔曼斯克车的要清洗路被开住了，然后再等那个礼拜，等另外一辆车把它。我的天啊，兄弟们，我这有点害怕了，我感觉真的，这个要是去奥尼米亚康那边会怎么样？而且我们俩是2人单车。刚才漂亮小姐姐说了，如果有人拿枪或者拿刀对着咱俩就把钱都交了吧。保护人命，保护生命，珍爱生命。而且他们说这个罚钱还不少呢，叫下你一次来要罚5000卢布，就是500人民币。而且这一路买过去，这要罚多少次啊？这开中国汽车肯定会被无限的罚。我的天啊！我现在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还是觉得刚才他说，就是第一，我们要去那儿，单车肯定不能去，一定要跟着那个大巴车，而且还有去餐厅，在休息站的时候也要小心。你说这种餐厅我都要小心。你所有的路上都要小心，那个是无人区。我说的是路上，只要是路上人很杂。问题是路上时间很长。对，还有的地方是俄罗斯几百年以内都是把犯罪犯都是流放到西伯利亚。哦，几百年都是把犯罪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了。对，从16世纪起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犯罪分子都是流放到西伯利亚。哇，我不要去贼窝了。要是贼啊，算轻的，就怕呀是这个犯人。俄罗斯有死刑吗？没有，没有死刑，也就是这个的犯人也会流放到那边去。对，我刚好有一个朋友的朋友被流放了。对，因为他杀了人。哦，你朋友的朋友杀了人被流放了。我问一下，这个流放是坐牢吗？
对他们一开始走了，后来翻出来了，就一般就你不让你回来，对，你只能住在那个附近，你不能回来。对，有10年，5到10年之内要住在附近。那也就是说那边住了很多的这个罪犯。我刚开始以为只有低温是最可怕的，现在这一听，完全不可怕。低温完全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除了低温以外的所有的事儿都可怕。距离远，没有休息站，完了就算有休息站的人还非常的可怕，完了到哪儿都得小心，没有服务区。最主要的是你还不能用相机拍摄。我想知道我干嘛去？你相机不能拿出来啊，拿出去就送去了是吧？就是看着有钱就看着有钱，这样吧，咱俩你看着有钱吗？咱俩明天买2套乞丐装，是吧？大窟窿小眼睛的，戴着那个老四那帽子吧，咔一弄，老四那帽一这样好。求学生，对，求学生大家问你是干啥的，你就说我是学生。他不会把车抢走吧？希望不会。希望不会。刚才跟我说啊，他说如果可能的话，千万不要跟俄罗斯男人发生冲突，原因是争斗名字，然后本地人受欺负的受不了。那他们拉我喝酒，我喝还是不喝呢？你如果不喝，他会说你尊重我吗？我不会喝，我是学生嘛，他说我那你不尊重我，就打你一顿。还是带着老婆去。俄罗斯男人对女的非常好，他看着你老婆的面前不会打你。好，我说我喝不了，因为他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一会儿要带他回家，对，我要开车。对，你就抱着你老婆说，我是女的，就她身体不舒服，我要走了，她就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哦，说我的老婆身体不舒服，我要走了，以后你永远都装着肚子。保护是我发现了，你这是不是我保护你啊？是你保护我呀。刚刚说了，带老婆带对了。对，哎呦，我的天！希望我们这次旅行能够顺利，因为回来以后啊，回来以后我还要跟他们发生很多，要跟他发生很多故事，然后希望那个有后续，是不是？必须的。所以你每天给我刷打卡。好，我每我还天。活着。我现在心脏都通通的啊！我觉得好运会帮助我们的。我觉得有志者事竟成。我希望能够弘扬中国文化，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人，也能看到，让中国人看到真正的这个俄罗斯。其实俄罗斯的人民还是很淳朴的，特别是西伯利亚、东西伯利亚的当地的人民啊。但是当地的人构成比较复杂，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唉，希望吧，希望我们能够顺利。记得打卡。记得打卡。